是我的彩礼必须要58万。很多人他觉得你的彩礼过高了，但是他们没有想过，父母从小到大把我养育成人，花了多少钱。其实说不着急吧，是假的，心里面还是急的。真的气死我了！大家还记得我上个星期天去了一趟东莞吗？当时我是跟我老乡去东莞去见一个我认识很多年的闺蜜，也算不上闺蜜，算是朋友吧。他们两个都是单身，主要是介绍他们两个认识，看他们能不能合拍，就想牵一条红线的。他们都30好几了，想结婚，所以当时就这样想撮合他们的。那现在事情闹到什么地步了嘞？我真的好无语哈！当时我们去那边就是吃顿饭，聊一下大家的工作范围呀，还有一个平常喜欢什么东西，就聊了这些东西。然后就是互相加了个联系方式嘛，后来我们就这样就回来了。他们两个呢是异地，一个是在东莞，一个是在广州。那我老乡呢，男的就在广州，我的女朋友就在东莞嘛，他们两个人是属于异地来的。现在几天过去了，估计他们在回来之后，他们两个人是有在交流的。那昨天呢，我的女朋友她就一直向我吐槽，说我到底是给她介绍了什么样的人，她看不起我那个老乡。第一，她在嫌弃他是一个在工地上班的，她还嫌弃他的一个穿着打扮。我老乡在工地上班有差不多10年了吧，反正就是从他毕业到现在，他现在34岁，34岁啊，10年当中都是做工地，你说这个穿着能好到哪里去吗？都是在工地里面干活的，灰尘又多，不可能像办公室一样，打领带、穿西装、穿皮鞋吧，是吧？那皮肤呢，肯定是在太阳的暴晒下呢，肯定是会黑一点啦，不可能像办公室的小白脸那么白嫩吧，是吧？他各种嫌弃人家，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。我说这些都不重要，找男人结婚过日子的话，主要是他就是一个好男人顾家，每个月工资给到你手上就行了。他现在有房有车，月入1万多块钱，你还有什么好嫌弃的？他说现在男人1万多块钱在中国来说生活是非常难的，他最起码说要几万块钱一个月的，年收入几十万的那种。唉，我真的很无语了。然后我反问他，我说你到底有什么？我说你有房吗？你有车吗？你有存款吗？他说存款只有10来万，房子车子也没买。然后我反对他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为什么去要求别人要那么多？然后他说，作为一个男人就应该拥有这一些，要不然怎么去，要不然你为什么要娶老婆回去呢？我为什么给你生孩子？他就这么怼我。我听完这些话后，我就是真的很无言以对。我想不明白现在的剩女可以说剩女了哈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？难怪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很多这种在吐槽30多岁以上的剩女的，他们的要求真的是太高了。我觉得导致这种剩女的各种奇葩的要求要求男的这个又那个，有房有车，收入多少钱的这种，真的是被这些资本家去捧杀。你想要别人要给到你这么多东西，首先你看看你自身条件是什么样子，是吧？他就拿了一个月几千块钱，你说工作嘛，又不是事业编，也不是很体面很好的工作，就一份普普通通的打工，他就是上6休1。然后我同学是在工地，就是1个月下来都没得休息，除非你有很紧急的事情就可以请假。他就嫌弃人家1个月下来连见个面都没有，这样的男人他不想要。按照他现在的要求去选择择偶条件的话，我觉得估计他40、50岁也找不到合适的男人跟他结婚，真的很难。我觉得他太天真了，他可能真的被网络上的各种
媒体呀，或者各种那些主播大龄剩女的一些心理鸡汤去灌输进去之后，无法自拔，一直沉浸在里面，以为自己一直是小仙女。我真的很无语，我现在也不想去劝说他什么，我说随便你吧，反正，我觉得我这个老仙呢，就他人品各方面都已经是非常的匹配你的了。如果说你嫌弃他的话，那没有关系，那你就当我从来都没有向你介绍过这个对象，你可以把他的微信啊，还有所有的联系方式拉黑嘛，就没必要再联系了，我就这么说的。然后说既然你们不合适的话，就没有必要再说他，在他背后说他什么坏话，说他的不好。你在说别人的同时，你先掂量掂量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，我就这么说他。然后我去网上搜了一下有关大龄剩女择偶条件的要求，我才发现原来其实呢，我的女朋友呢，估计她就是模仿了网络上的各种这些剩女的择偶要求去择偶的。因为我看她的提出的条件很多跟网络上都很像的，要人家年入多少，怎么样，这些条件离谱的我都听不下去了，非常的夸张。我们来先看一下一段影片。是我的彩礼必须要58万。很多人他觉得你的彩礼过高了，但是他们没有想过，父母从小到大把我养育成人，花了多少钱，你不可能说做那个亏本的生意，对不对？其实过了30岁以后媒人他经常就给我介绍一些二婚的、离异的、带娃的，这一点让我非常的反感。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变相的贬低。我是头婚，我就想要找一个头婚的，我不想要找一个什么二婚的、三婚的。你哪怕二婚，你也不能够带娃呀，是不是？我不想要无痛当妈，还是没有遇到那个适合的人。其实说不着急吧，是假的，心里面还是急。但是呢，你将就的话，你也不会幸福呀。所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等待那个真命天子的到来。大家看完这个美女就择偶的要求这么离谱，你说现在的中国有几个30多岁的男人能达得到？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到这么高的要求，有房有车，年入多少钱？现在什么环境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提出这样的要求真的一点都不切实际，正常人怎么可能会提这样的要求呢？你想想，按你的能力你能做到，你能挣多少钱？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首先你要求别人的时候，你先看看你自己。所以现在很多这些聪明的男人都说，那我还不如一个人过，我不结婚了，我为什么要结婚？我为什么娶你回来？